大家好，今天是12月5号，比特币现在是重新站上了17000美金，观点还是不变哦。前面低档，你如果在这一天的视频有看我的那一个观点，我个人写的一个 U 通道的抄底指标，15000有可能是一个阶段的底部啊。反正在这个位置有买的朋友，你多单还是尽量给我抱住，因为我现在也是选择在抱，包括狗狗币之前的这个举行的低点。也是跟朋友们讲，你要大胆的买到现在的话，其实这个波段我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在这一根它变盘啊？有朋友是非常的聪明，以前给大家分享的一个知识，中国的24节气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在这个市场是存在这么一个现象的。这一天就是11月22号的小雪，比特币也是在这一天。反正我今天统计了一下，等下来跟大家聊这么一个东西啊。你可以看一下，从比特币69000高点下来，这里面好几个关键的转折位都是在重要的24节气的窗口变盘的。那不然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现在整个比特币的日线也是有一个强势杯柄的结构，而且今天也是很重要的24节气窗口大雪，比特币到底会不会往上去变盘？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NOK 返用20%，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可以不用认证啊。那么看一下比特币的价格，就这么简单啊。昨天跟大家讲的这个位置，它这边现在是有一个杯柄啊，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杯子，然后这边开始画饼，那你要找买点，我已经讲了几天，这是主力表态的强势突破，而且它短期是把20天的成本给它突破了嘛？突破，那这一根就是很关键的一个参考点，它就是一个主力的表态。既然表态的 K 线出来的话，我们找它的支撑位，这根 K 线的开盘跟收盘，你去加起来，它的和再去除以2，大致的一个支撑位就是在16800美金附近，就是这根 K 线的高点，拉一条直线过去。所以这2天的低点，你敢买的话，昨天也是涨。如果是你有看过一些技术书籍的话，其实杯柄就是要买这种扁的低档位置，或者是你等这种突破的位置。那今天也是24节气的大雪，它到底会不会突破也是不排除啊。如果是今天不突破，有可能它还是在这个位置震荡，那要取决于龙头，因为上一波的强势品种就是这个狗狗币，而且狗狗币的这一天也是在24节气的小雪，因为我看到社群里面有粉丝是很聪明啊，以前讲过的这个24节气的知识，他有时候买点他就选择接近24节气的时候，如果是有见低档的时候，接近24节气的时间窗口，或是有接近高档的时候，接近24节气的时间窗口，前后1-2天埋伏。那我们看一下，就这个24节气，其实就整个短波里面，我们细心的观察一下。这个22号它就是小雪，而且是在整个波段里面的相对低档位置，指标又背离，所以有时候技术分析再配合这一些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知识，那你再配合一些技术指标的背离或者什么，有时候买一点确实是非常的巧妙。小雪的话，它真的就是一个转折点。时间窗口我们再观察一下，11月7号、6号，就这前后1-2天它是立冬的时间窗口。来到高档的话，它真的就变盘。当然，我这一波我也没有逃啊，因为前面买的，比如说2万、19000、18000买的话，目前是还套在里面啊。那这一个双降是在几号？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10月23号、22号前后1-2天嘛，这边也是一个小转折。那这一根大涨呢，秋分是在9月22号，这都是短波里面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大长线的比特币从69000开始。69000当时的高点，它是在几号？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立冬是在11月6、7、8号左右嘛，就是这一根出来之后，比特币大致就见顶。那你如果再配合其他的一些技术形态，这不是一个过顶，不能再回到这个矩形平台里面。当时在高位给大家逃顶，而且时间窗口其实也是很接近这个立冬。我们看一下就这个表嘛，你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网上去下载。不过这个表你要记的话，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头都看大了，其实很简单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自然现象？每个月的月初大致是在6号附近，它会有一个
24节气的一个，比如说立春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清明啊，清明是在4号至6号，就是基本上你每个月去记它的6号左右，或者立夏也是在5号至7号。那在月底的时候你去记它21号，比如说小满也是20号到22号，或者是夏至也是在21号到22号，你只要记21号前后1-2天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表可以自己去网上下载嘛，当然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哦。要怎么应用，我就跟大家讲，如果短线里面有高点的时候，你看一下这几天是不是接近那个24节气，或者是下跌的低档的时候，你要去看一下有没有接近24节气。比如说这个低点，它就是整个大波段的低点，接近大寒的位置。这一天是在几号？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22号左右，1月22号，它也是21号的前后1-2天啊。所以这边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中线的转折。那这个清明呢，就是4号嘛。4号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天是4月5号，5号它其实也是整个大波段里面的高档的位置，这边开始就直接就一路奔下去了。那这个立夏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也是波段里面，所以它有时候如果在低档的位置，它不一定真的就转折向上，它有可能会再来一个转折向下，因为整个趋势它是一个空方排列的，所以你尽量以尊重趋势，然后再观察，如果是跌幅相对比较深的位置，有可能趋势是向下，但是有可能会出现中线的一个转折点，或者是刚开始跌，趋势还不是很明显，它还在这个区间的时候，比如说又是接近时间窗口，它有可能整个大长线的趋势是向下，但是中线里面跌的空间也并不是很深，它有可能会继续往下崩，就是这样子。那或者是这个位置是在满轴嘛，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也是在6号附近啊，这一天是在7号8号，它就是因为横盘整理完，整个中线的趋势是向下的，它就会继续往下崩。所以目前的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它到底会不会也类似前面的一个区间。很多人是有可能是觉得是不是要再去1万啊，但是我的一个观点是，既然整个短期的均线组它已经是把20MA 给它转为正向排列的结构，20天的成本既然是踩在脚下，多单有做对，你不然就以这个20MA 或是这一根 K 线的低档作为一个防线啊，只要它没有破下去，多单就继续给我报，不排除是不是一个强势的杯柄到位以后会不会往上去突破。当然有可能时间是不是要拉长，还是在这个位置整理杯柄，因为上方也是有一个60MA 的压力压在头上。那至于4个小时，我也是讲了几天，昨天有聊到一个观点，你去看那个视频嘛，封面就是这个位置有可能还是在区间震荡啊，它会不会真的突破，也要去怀疑。因为前面的几个区间，比如说这一个矩线，还有这一个矩线，它当时都是有再挖了一个坑，然后才上去的。挖了一个坑，然后才上去，有可能这个位置还是在震荡。至于为什么要震荡，主要还是这个狗狗币因为波段涨幅日线是有一点高。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一波的龙头既然是狗狗币，如果狗狗币，我个人是判断，就是这个矩形上方的一个空间，它是很接近啊，因为这个高点是很接近这一个矩形的空间，就是在 0.11 附近，而且 0.11 这个位置也是有压力。那至于短期，它是有一些利好，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则报道，马斯克也是重申继续支持这个狗狗币啊。这边有一个观点 ，Tesla CEO Elon Musk says that Twitter want to make it easier to transact with cryptocurrencies。大致的意思，我们给它翻译一下吧。马斯克他是表示，推特希望让加密货币交易变得更容易啊，所以也是一直在支持这个狗狗币。我的观点还是一样，它其实目前的整个区间，你如果看成那个比特币也是一样，它这边是有一个强势杯柄的结构，现在是在整理这个饼啊，有可能时间会拉长，因为前波的这个压力，它是事关去年，目前的成本还在这个区间。1年之前的成本还在这个区间，所以上一次有利好的这一波拉升，马斯克收购那个推特，就是因为这个高位遇到这个位置的压力。那既然短期我的判断是在这里的话，我的观点是，比特币你如果要买的话，尽量找压回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